美国批准售台的2款无人机中，比弹簧刀300体积更大的阿尔提乌斯600MV无人机，外界了解较少。那么这款无人机性能究竟如何？有哪些战场应用呢？阿尔提乌斯600是由美国安杜里尔工业公司研发的一种无人机，其中 M 型为搭载战斗部的巡飞弹，长约1米，翼展是2.54米，重量是12.25千克，有效载荷为3.2千克。去年4月初，安杜里尔工业公司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该无人机的部分性能和现场测试过程。一架阿尔提乌斯600MV直接命中靶场上作为目标的一个集装箱，随即发生巨大爆炸，说明它的打击能力是不错的。阿尔提乌斯600MV采用可折叠弹翼和倒 V 型尾翼布局，由电动机驱动尾部的双叶螺旋桨推进，最大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110千米，留空时间4到5小时，最大的航程达到440千米。它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具有多域发射能力，可以从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地面发射器、多用途车辆以及水面舰艇等平台发射。凭借这些特点，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都对阿尔提乌斯600MV越来越感兴趣。由于其最大航程高达440千米，所以发射平台可以在远离敌方火力覆盖范围进行安全操作，极大地提升了作战灵活性和发射平台的战场生存能力。作战过程当中，阿尔提乌斯600MV以压缩空气从通用发射管中进行发射，其长直弹翼、尾翼和螺旋桨在发射后自动展开，然后操作人员通过地面控制站对其进行遥控。此外，阿尔提乌斯600MV也可以按照设置好的一系列航路点来进行自主飞行，直到向目标发动自杀式攻击。这段视频还显示了多架阿尔提乌斯600MV进行蜂群作战的样式，这是美军一直在测试的技术。这种蜂群由配备不同装置的无人机组成，分别执行侦察监视、电子对抗、火力打击等不同任务，通过组队协作方式来进行作战。据报道，美陆军曾发射4波，共7架阿尔提乌斯600无人机进行蜂群测试。这组无人机群仅由1名操作员来控制，成功在前方搜索并且摧毁模拟的敌军阵地。不过，美军是在比较理想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在实战中，阿尔提乌斯600MV的表现就不行了。近年来，这款无人机的战场表现都非常糟糕，尤其是难以抵抗电子干扰，说明其只适合于低烈度的作战环境。只有在打击严重缺乏防空能力和电子战能力的对手时，才能大显神通。一旦遭遇到防空能力和电子战能力都较强的对手，就没多大用处了。可见，美国通过此次对台军售，一是为军火商捞钱，二是试图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来牵制中国。但是，台军花高价买到这些无人机，在台海根本不可能发挥多大作用。值得指出的是，民进党当局此前还向美国购买了 MQ9 无人机。台防部门官员曾表示，台军在2024年就可派员赴美训练，美国2025年交机给台湾即可成军形成战力。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 MQ9 无人机虽然性能先进，但已经在实战中暴露出生存力差的致命弱点。在过去短短半年时间内，美军的 MQ9 就被也门胡塞武装击落了6架。可想而知，台军未来即便拿到 MQ9，也难以发挥多大作用。台军急着采购大批美制无人机，也暴露了他们不断吹嘘的自制无人机面临困境。去年2月，台防部门曾在新闻记者会上介绍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的无人机项目。台军目前已经列装了红雀2微型无人机、瑞渊1型中型无人机、陆军战术近程无人机和剑翔反辐射攻击无人机4种型号。同时，还在研发腾云大型无人机、瑞渊2型无人机、红雀3型无人机。分析指出，由于在无人机领域技术储备薄弱，岛内自研的无人机零部件自主率并不高，不但大部分核心设备依赖进口，而且整合能力还远远落后。岛内媒体在此前报道中曾提到，这些自制无人机性能不足，根本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以腾云无人机为例，据称这是一款参考了美国 MQ1和 MQ9而设计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但研发多年，至今仍未进行武器测试，甚至飞行测试也非常不顺利。
在一次测试中，一架腾云无人机因机件显示异常滑出跑道，造成机身毁损。短片中提到，美国国务院批准售台弹簧刀300及阿尔提乌斯600MV 2款无人机。分析指出，这背后还是美台勾连搞所谓非对称作战的烂把戏。我觉得呢，这体现出，台湾军方呢，它的防线正在逐步的收缩，要打造一个收缩的刺猬。我们知道，这2款无人机，或者说更确切的说是巡飞弹，是战术型的巡飞弹，威力比较小，射程比较近，它无法越过台海进行打击，也无法打击台湾海峡的舰船，它肯定是要在台岛上作战，用于反人员、反装甲作战。那么结合台湾防卫作战的构想，由之前叫嚣要歼敌于岸滩，调整到现在所谓的歼敌于城镇阵地内，说明呢，台方的这个防线是不断的收缩的。前段时间美方提出，要在这个台湾海峡使用大量的无人机、无人艇，营造一种地狱场景。现在来看呢，台湾军方很显然是要把台岛营造成一个地狱场景。但是呢，这个地狱场景的最大受害者应该是台湾的老百姓。台军急着采购大批美制无人机，也暴露了台军近年吹嘘的自造无人机面临的困境。比如此前一直鼓吹的腾云无人机，在测试中就多次失事。请教一下张先生，岛内无人机自造水平究竟如何？近年来呢，它也确实发展了一些无人机，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腾云无人机，此外呢还发展了像剑翔无人机，或者说是一种反辐射的巡飞弹，类似于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那么这也体现出呢，台湾的工业水平呢，对于它来说，研制中低端的无人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像腾云无人机虽然说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我想呢，它逐步的解决问题，让它飞起来能用基本上是可以的。但是呢，台湾如果想研制高端的无人机，它就缺乏足够的能力了。比如说飞翼型的高隐身的无人机，包括高空高速无人机，包括高机动性的无人机台湾就欠缺相关的技术有的呢，它可能造出来了模型，但是真正能够实现工业化生产，距离呢还是非常远的。在这个情况下，美方要向中国台湾出售这2款无人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呢，也是对台湾它的航空业的一种打击，因为台军买了这个小型的美方的无人机，向台湾的航空业输出资金去自研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就会大幅度降低，会妨碍台方自研相关的无人机。美国国务院罕见的在1个月内批准2次对台军售，说明美国执意以武助独，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请教一下宋先生，对于美国的险恶用意，可以如何进行反制？美军在历次军事冲突中，尤其是局部军事冲突中，很典型就是敌强他弱，敌弱他强。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美国是欺软怕硬，包括在阿富汗大撤退，不是说塔利班多强，是美国遇到塔利班这样的对手，他都是无能为力，更何况遇到类似于俄罗斯、中国等这样的对手。所以我们要在军事能力上要让美国不敢来染指中国的内政，尤其是台湾问题，这是一点。另外一点的话，你像洛马公司最近又在向台湾当局出口武器装备，包括无人机。那么我们就需要打蛇打七寸，就是要制裁洛马公司，比如对他们高管实施制裁，对他们的实体公司要实施制裁，让他们在中国大陆不能挣钱。通过2种手段来对抗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不友好的行为。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在这儿说清楚，也就是美国这种挟台独势力来遏制中国的这个趋势是不会发生变化，这也是美国将会采取的长期的立场，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日前，台空军高调举行了一场防空作战演练，出动多款主力战机和地面防空导弹模拟对空作战。而最先进的 F-16V 却再次因故迫降。那么，经过升级的 F-16V 为何仍旧事故频发？台空军战机妥善率低，究竟有何战力？据中评社报道，台空军6月20号清晨举行了一场整体防空作战计划演练，参演兵力包括经国号、幻影2000、F-16V 3型主力战机、
C-130H 运输机、AH-64E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台湾中时新闻网此前透露，作为本次演练的重中之重，台空军要按计划从遍布全台岛的各个主要空军基地起飞多型号战机，达成模拟拦截敌机的目标。早上的海空联合操演，它这个重点是在联合防空，对，包含海上的这个对空搜索雷达，也包括陆基的，就是我们在这些高山这些固定的这个陆基雷达，空情上的掌握，也包括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个战机起飞，不管是幻象还有 F-16，但是不要忘了防空部队的飞弹部队、天宫的攻2、攻3或者爱国者飞弹的部队都在动。因为这个是例行性的操演，这个每一段时间就要做一次。观察指出，这反映出在台海局势升温的情况下，台空军通过加大训练强度来吹哨壮胆。显然，这是一种所谓的联合作战模式啊，因为这种模式下，那么实际上要整合陆海空3军的防空力量啊，所以台军这么做，很显然就是不光是战斗机的问题，那么他想把这个各军种的防空力量，包括导弹力量整合在一起，体现出一种综合的防空作战的体系。而就在演习前一天，台空军的一架 F-16V 因故紧急迫降，再次让外界质疑该型战机的真实战力是否真如吹嘘那般。据中时新闻网等岛内媒体报道，6月19号，台空军花莲基地一架 F-16V 战机在检修完毕进行全效能试飞时，才刚起飞就发现起落架无法收起，随后停止任务，紧急返场降落基地。报道称，这架编号为6634的 F-16V 战机已经在敞篷内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检修，检修完成后曾出厂测试，并没有问题。不料，才交由飞行员进行全效能飞行就出状况，让现场人员捏了一把汗。今年以来，台空军 F-16V 频繁发生状况，仅在3月份出现3次。根据公开记录，第一起为3月13号，台空军花莲基地一架 F-16V 在执行飞行测试任务时，飞行员发现灯号异常，随即返场降落。第二天，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V 执行例行训练时，因油量指标异常，紧急转降澎湖马公基地。3月27号，台军嘉义基地又有一架 F-16V 因发电机灯号异常转降台中清泉港基地。对此，岛内舆论纷纷吐槽：“老爷机还能飞就不错了。”台空军退役中将张延廷也曾在政论节目中指出，台空军的 F-16V 已进入中寿期，故障率太高，机温出现了。夏天潮湿，那潮湿所有电子的设备都会出问题。那飞机又老旧，25年了，最新的飞机也25年了。那就是你上次的性能的提升，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换的。此前，台空军通过凤展专案，总耗资约44亿美元，将140多架 F-16AB 升级为 F-16V。升级后的 F-16V 到底进行了哪些改造？为何依然事故频发呢？2011年，美国洛马公司展开了一项面向现有 F-16用户的升级计划，也就是将老旧型号升级至 F-16CD Block 70批次，国际上称之为 F-16V。2012年10月，台空军与其签约，将该项目命名为凤展计划。严格的说，升级 F-16V 其机体结构和发动机并没有变化，但对火控雷达和航电系统改进较大。最核心的升级在于换装了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AN/APG-83雷达，绰号弯刀。这是一款简化版的 X 波段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大多数有源相控阵雷达相比，带宽更大，功耗更小。这款雷达尽管在性能上比较低档，但却可以同时进行空地模式作业，能够同时跟踪20个以上目标，提升多目标交战能力。据称，在对地探测时可生成解析度0.25米的合成孔径雷达图像，最大的探测距离接近300千米。此外，在2011年美方提出的军售清单中，还包括应用于 F-16V 战机的联合头盔显示系统、AIM-9X 响尾蛇空导弹、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等等，台方基本上照单全收。不过，一个头盔的单价就高达40万美元，却仅配合台军拥有的40枚响尾蛇
蛇空空导弹被指相当奢侈。2018年，太空军又追加采购了电子战吊舱、狙击手 XR 先进瞄准吊舱、复式挂架、任务训练中心和可编程数字电台，以及原清单中没有的自动地面防撞系统。可以说，太空军为了提升 F-16战机的战力，确实很舍得花钱。然而，花了大价钱却不见得有多大效果。由于这些 F-16是上世纪90年代生产的，再加上太空军保养维护不佳，机身已经存在较大老化问题，从而导致事故频发。而美国供应商的急于求成也是原因之一。此前就有台媒披露，在太空军刚拿到首批升级后的 F-16V 时，却震惊地发现战机内部与机翼连接处部分的管路与油管都出现不寻常的金属锈蚀。最后，台当局不得不自掏腰包进行防锈处理。此外，虽然太空军已经完成所有 F-16V 的升级工作，但是向美国购买的配套机载武器至今仍未到货，存在严重的有机无弹问题，根本无法形成多大战力。再加上 F-16V 升级之后依然不具备隐身能力，采用先进的地面雷达和预警机，就能在很远的地方让其无处遁形，并使用对空导弹将其击落。太空军的主力战机除了美制 F-16V 以外，还包括从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以及在美国技术援助下自研的 IDF 经国号战机，总数量在300架左右。前段时间，太空军彻底放弃打捞2年前失事的幻影2000战机，备受关注。2022年3月，太空军一架编号为2017的幻影2000战机，在台东外海进行例行训练时失事坠海。事发后，台军方没有查明失事原因，但很快委托相关专业深海打捞厂商进行打捞作业。在一次作业中，打捞漫步者号深潜器与拖船连接的钢索意外崩断，不仅飞机没捞上来，还损失了这台价值4000万新台币的深潜器。对于幻影2000这次坠机事件，外界普遍认为是机况老化和零部件供应不足所导致。据报道，太空军1992年向法国达索公司购买了60架幻影2000战机，首架于1997年5月运抵台湾花莲港，并随即进入嘉山基地进行组装。经历1年半的时间，60架于1998年全部交运完毕，被太空军用来执行台海空防、空中拦截、支援掩护等任务。不过，这些幻影2000战机已经服役超过26年，已经有6架坠毁，而剩下的54架也存在严重的妥善率问题。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2年初，太空军幻影2000因缺乏零备件，只有20多架能够使用。还有消息甚至指出，太空军只能保证一个8机编队时刻准备出击，其余所有的飞机都已趴窝。目前，太空军正在对部分幻影2000进行结构安全及延寿评估。据岛内媒体报道，太空军试图通过延寿计划让幻影2000再飞20年。岛内民众吐槽，这是不尊重飞行员的生命。不得不说，幻影2000还是一种比较优秀的第4代战斗机啊。那么，无论是空战还是对地打击，都有一定的能力啊。虽然台军一直想升级，但是，因为法国方面开价太高啊，也可能不太敢这个给台军升级飞机啊，因为怕这个大陆这边的抗议。反对啊，所以现在升级也升级不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可能他认为，幻影2000还是除了 F-16之外，这个唯一可用的或者好用的第4代战斗机啊，至少比他自制的 IDF 战斗机可能还要强一些啊，所以他还是想尽量的发挥这些幻影2000的余热吧。分析指出，除了战机机况不佳以外，太空军还存在一大短板。由于台岛面积狭小，空军基地数量有限，全岛共有20多个军事机场和军民机场。一旦爆发冲突，这些机场容易遭到密集火力摧毁。因此，台军的演习中通常非常重视战力保存这一科目。太空军从多处机场转移到嘉山基地，被认为是立牌。太空军嘉山基地倚靠中央山脉作为屏障，是东亚地区最大的洞库型空军基地。
嘉山基地的设计工程又称建安3号工程，于1984年动工，1992年完成。其主体设想是将台湾中央山脉的东部掏空，将台湾绝大部分的先进作战飞机藏在里面，以保存作战实力。因此，台空军一直视嘉山基地为战力存活的最后一个堡垒。据了解，嘉山基地建在坚硬的岩石里面，其内部结构、部署皆为机密，外界难以窥知其面貌。在一次汉光演习中，台空军进行战机弹药整补演练，罕见地公布了 F-16V 战机在嘉山基地洞库内专挂导弹的照片。照片显示，士兵在洞库内将 AIM-120海麻雀空导弹与鱼叉反舰导弹专挂在 F-16V 战机上。嘉山基地共有大小山洞几十个，且全部相通，可容纳各型战斗机250架，有完整的指挥管制系统和通信系统。当然，原来认为嘉山洞库似乎这个向东朝向太平洋啊，相对比较安全啊。特别是在20年前，可能解放军的无论是导弹还飞机啊，无法对台湾岛的东部的一些目标，发动攻击啊。一个是航程不够，另外一个可能也缺乏相应的武器啊。所以台军当时认为是高枕无忧的啊。实际上，嘉山洞库放在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安全性可言了啊。无论是解放军的轰炸机，还是航母上起飞的战斗机啊，包括巡航导弹，都可以对洞库直接进行攻击，导弹都可以直接打到洞库里边去啊。所以，放在今天，嘉山洞库已经不可能让台军高枕无忧了。据报道，台空军目前有400多架战斗机，除了 F-16以外，另外2款主要的机型是金国号、幻影2000。请教一下宋先生，您对于台空军的整体实力有何观察？台军的军事实力，如果放在30年之前，确实是不容小觑；但是如果放在30年之后的今天，和解放军相比的话，是天壤之别。这里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你像 IDF 金国战机，这个战机现在服役已经超过30年，中间呢进行一系列的延寿的工作，但实际上它的使用寿命已经所剩无几。这样的战机再怎么升级，也难以对抗解放军的战机，这是一方面。幻影2005战机就更不用说了，幻影2005战机号称机库女王，什么意思？基本上在机库里待着不出去，为什么？它的维护成本太高，用不起，所以这款战机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也很难发挥作用。改进、升级、延寿的 F-16V， 这些战机呢，其实存在巨大的短板。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这2年 ，F-16V 战机服役之后的话，有1架已经坠毁。还有2架呢，在使用过程中频繁的紧急返回，已经说明这款战机是有问题。还是那句老话，台湾当局千万不要考虑以武拒统，以武拒统死路一条。有观察指出，台空军最大的短板是飞机有可能连起飞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台湾地区机场较为集中，这些飞机要么在地面就被摧毁，要么跑道遭到破坏，无法起飞。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对此如何分析？台湾确实，首先它的战略纵深比较小，就那么几个机场，早就被大陆解放军盯上了，暂时呢很快会被瘫痪。所以台军自己也知道这个弱点。你像每次进行汉光军演，它第一个科目往往进行所谓的战力保存，也就是让它的战斗机从中央山脉以西飞到中央山脉以东，进入到像嘉山洞库啊，包括支航基地，进入这些地下化的洞库中。但是这个战力保存的概念呢，是属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一个概念。现在解放军的各型打击武器大量的列装，那么既可以对它进行封洞、封口，也能够进行钻地打击，让把这个所有的战机给它摧毁到洞库中。所以呢，现在这种战力保存手段是毫无用途的。所以呢，台方又想了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在中央山脉以东修建高速公路的战备道。让战斗机呢在高速公路的战备道上起降，以前也有，但是以前在中央山脉以西。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它严密设防的空军基地都能够被击毁，那么它高速公路的战备道当然也能够被击毁。然后台方又想出了其他的招，比如说加宽现有跑道的宽度，这样呢提高它的抗打击能力。